你妈那位，饿得像纸一样薄啊！这是长期处于饥饿状态，胃才可能磨成这样啊！在为一名82岁老太做完尸检后，法医愤怒地冲出尸检室，将报告丢给老太的4个儿子，说道：“你没看错，4个活蹦乱跳的大儿子，竟任由82岁老母活活饿死。这不是编剧笔下的虚构情节，而是2010年春天发生在北京通州的真实惨剧。这位可怜的老人叫柴玉吉，一生含辛茹苦将5个儿子养大，谁料临终却被锁在空房里活活饿死。当遗体被发现时，已是半个月之后。期间，老人为了充饥，吃光屋内的鸡饲料。说起来，这个柴玉吉可不是普通人，誉为巾帼英雄一点也不为过。1927年，他在天津一个富商家庭出生了。由于家境殷实，他很小就接受私塾教育，稍大后又进入新式学堂，也因此他早早就接触进步思想，并毅然投身于革命事业，成为隐秘战线的情报员。年轻时的柴玉吉知性温婉，落落大方，但同时他要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一边为组织获取重要信息，一边在颠沛流离中保护家人。风雨飘摇中，他邂逅了志同道合的战友，之后便与之结为夫妻。建国后，她和丈夫带着孩子们回到丈夫老家北京通州张辛庄。彼时家乡刚刚经历战乱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，于是她与丈夫自己动手修缮老宅，开荒种地，好不容易在当地落下脚。之后在那个困难岁月里，柴玉吉先后生下5个儿子。3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她宁愿自己吃野菜，也不愿孩子们饿肚子。后来丈夫不幸与世长辞，她硬是独自撑起整个家，将5个孩子拉扯大，为他们分别盖了新房，结婚成家。看着孩子们都成家立业，柴玉吉总算可以闲下来，她自认已经功德圆满，可以好好安度晚年了。谁料她安度晚年的愿望很快就被击得粉碎。4个儿子结婚后都搬进自己的新房，因小儿子成家较晚，便和他住在老宅。考虑到小儿子负责养老，柴玉吉便拟下一份协议，将老宅留给了小儿子。没想到正是他的这个安排，竟成日后儿子们推诿养老的借口。2006年，最小的儿子因病离世，不久儿媳也外出打工，儿子离世，儿媳出走，柴玉吉独居老宅，成了孤寡老人。好在他身体还好，生活倒也可以自理。2007年11月，他因不小心摔伤了腿，导致失去了自理能力，不得不靠其他4个儿子照顾。然而几个儿子却因老宅归属权问题，拒绝将柴玉吉接到自己家。后来在村委会协调下，由兄弟4人轮流照顾母亲，每人接到自家3个月，待柴玉吉100年之后，再将老宅卖掉平分。按照约定，先由老大将母亲接回家。谁料4人又因老宅使用权问题再次发生严重争执，甚至还打斗在一起。无奈之下，村委会只好再次进行调解。由于老大被老二打伤，照顾柴玉吉的责任就顺延落在老二身上。谁料老二照顾母亲不满3个月，便提前通知村委会，让老三提前来接班。也许是村委会工作忙忘记了，又或者老三不愿提前接班，导致老二迟迟不见来领人，便擅自将母亲送回老宅，然后锁上房门扬长而去。据邻居们反映，起初还能听到柴玉吉哭喊，但几天后便没有了动静。对此大家也并没有多想，于是可怜82岁的柴玉吉在料峭春寒的季节里，躺在冰冷的床上无法动弹。期间4个儿子仿佛忘记了他，屋内为数不多的鸡饲料成了他充饥的唯一吃食。直到1个月后，孙子李松到老宅看望奶奶，这才得知奶奶早已离世。彼时的柴玉吉遗体看上去瘦骨嶙峋，炕边还残留少许鸡饲料。得知柴玉吉死在屋内，邻居们纷纷表达愤慨，并果断选择了报警。法医对柴玉吉进行尸检后，拿着鉴定报告走出验尸房，愤怒地对他的4个儿子道：根据鉴定结果，你们的母亲死因是长时间饥饿、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。
法医还表示，老人生前曾靠吃鸡饲料充饥，未必饿得比纸还要薄。也就是说，柴玉吉是被活活饿死的。更让人痛心的是，柴玉吉在临终之际还抱着全家福的照片，真的难以想象当时他内心该有多痛。得知柴玉吉是被活活饿死，村民们一片哗然，纷纷指着四兄弟大骂。孙子李松更是在气愤之下，一纸诉状将伯伯们告上法庭。最终，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，老二程一田犯遗弃罪，判处3年有期徒刑；老大程一鸣和老三程一平被判2年半有期徒刑。老四因未到约定赡养日，被免于处罚。对于法院的判决，老二表示认罪伏法，老大、老三以判决不公为由，向检察院提请上诉。检察院调查后认为，老大在协议赡养期间，以受伤为由拒养母亲；老二、老三同样有推诿责任、主观遗弃行为，因此驳回了兄弟3人上诉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即便兄弟3人已经服刑，仍然互相狗咬狗，将对方告上了法庭，以至于母亲无法火化。直到2013年9月，法院驳回老大、老三的上诉，柴玉吉才在饿死4年后得以入土为安，法律铁锤终于落下，逆子们终受惩罚。然而，柴玉吉忍辱负重，含辛茹苦一生，却未换来一丝温情的晚年，令人唏嘘。都说养儿防老，击鼓防饥，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，居然有5个儿子养不了1个妈的荒诞。当亲情不敌利益算计，当子女不愿为父母尽责，孝顺便也就荡然无存了。愿每位老人都能安享晚年，感受到来自子女的关怀，也真心期望养儿防老不只是一句空话。